大家好，我是姐夫。大家好，我是 Sunny 老师。欢迎收看 JC 的世界。很久没有讲这一句了，真的，然后姐夫今天背心很崩。对啊，为什么穿一个那么崩的背心？马甲吗？它不是马甲，那为什么我感觉很像马甲？因为马甲真的就会让你胸部撑起来，然后它其实是空的，哦，很适合你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就是有胸部的嘛？对对对。哦，好啊，那我下次穿这件好了。我们这个团队呢又多了一个星座大师，骆师傅。你觉得他准不准？非常准，他那天直播讲我的星座，帮我剖析我的整个个性、性格还有什么的。你又是不是多认识了自己一点？对我本来都不认识我自己，他讲完我觉得只能95%，真的、哦，真的，真的，对，真的。因为他也是上次讲我说啊，原来我是这样，所以我们两个人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。说实在的，像我是天蝎座，对，但是上升就是太阳。嗯，上升是天秤座哦，所以因为那天骆师傅有讲，当你生下来的那一刻，你的星盘落在什么，不一定都是在你的太阳星座。对对对，所以你的上升在天秤，30之后，你的星座会往就是走那种上升的那种性格，上升或月亮，对对对，就比较那种前上升的性格。那我太阳跟上都在同一个星座，还不是就都一样？对啊，你就是就是这10几年前、30年前到现在，我看也没什么改变，但是我应该也有吧？我应该有一点改变什么？就是有点改，没有啊？我觉得你都很好啊 ，OK 啊。他用星座的角度去来聊电影，我觉得这还蛮电影角色，这样还蛮好。我们其实我不聊电影啊，电影太多人在讲，我们干嘛跟风啊？对，我们就聊创作我们自己的一条路，对不对？大家要看一下，还蛮有趣的哦。其实陆师傅上次也有讲，即便是连国家也有星座。哦，真的吗？那请问台湾是什么座？我不知道，我上次有问他肯亚是什么？肯亚是什么座？我不知道。你要不要预言一下肯亚是什么星座？下次遇到骆师傅来问他。肯亚比较落后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他比较低下阶层，对，比较管那种低下阶层的，听说是处女座。处女座嘛，你也讲出一点543来了。但我们今天要关公面前耍大刀一下了啦。关公面前耍时尚。我应该站起来，我们耍一下，因为我跟关公好像已经划清界限了。可是他那天我们直播，他有肯定我，上次有帮大家分析12星座那个分手的那个，对他觉得我还 OK，分析的还不错。有经历过就会知道12星座要行，对，好，没事 ，OK。好，那我们就从Sunny老师对于星座的认知呢，那我们来聊聊看，时尚界的哪一个品牌是比较像哪一个星座？哎呦，这么有趣哦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所以名牌、时尚品牌也有它的星座性格，是不是？是哦，好啊，来啊！好，那我们问一下Sunny老师，牡羊座的星座特色是怎么样？他好奇心很强，学习力很强，什么东西他都想学，所以他会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憧憬。还有我知道了，牡羊座他。上次我们就有聊过牡羊座啊，牡羊座的人在穿衣服不管别人的，对他不管人家眼光啊。对，你说他前面上面穿横的，下面穿直的 ，OK， 就横条直条，它可以穿在一起。对，然后红配绿它也 OK。对，就是有创新大胆。对，但他可以不用管人家眼光，他自己穿的舒服就好了。自己穿的爽，管你去死。对，所以你认为哪个在我们时尚界的品牌哪一个像牡羊座？倒是有一个这样子。真的吗？就是不管人家，自己随便嘛。John Galliano。所以他也是这种个性嘛？对啊，就是我不管你，反正我设计出来的，我就是我就是名牌，你们要不要穿，要不要随便，是这样吗？对，这品牌就是 Dior。我有的朋友她是牡羊座女生，她就很喜欢 Dior 的香水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 Dior 的香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喷的，结果呢，喷在她身上很不好闻，但是 always 她都不管人家，她就是你知道吗？因为香水是要适合你这体温跟那个的，但她就 always 不管人家经过什么味，她就很喜欢喷她自己。所以他就没什么朋友的意思，大家敬而远之。没有，人缘很好啦。OK， 就是这个对。好，所以我认为牡羊座它代表的时尚品牌叫迪奥。OK。
白羊座之后，我们来聊聊金牛座好了。金牛座的星座特色，享乐星座。享乐星座，对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努力的，对他一定要努力之后他才享乐，他们能先享乐，他要把他所有辛苦的完全转换到他的享乐上面，吃好的、住好的、用好的、穿好的，然后要非常有质感，有质感的代表，而且就是在勤奋工作之后，对，唰一笔这样子。最有钱的贵妇最喜欢穿什么？啊，我告诉你，这原来就是这个意思，他就是啪载一下，然后还要去排队的是吧？对。然后呢，还不一定有是吧？对。还要等很久才会有是吧？对。是不是？对。那就是什么？爱马仕。对。超有质感。真的啊。然后哇，每一个东西都很昂贵，它是一个蛮好的代表。就我今天真的我花了哇，他妈赚了几百万，我去买一个排队去买一个那个包，身家上亿去买一个那个讲好啊，对。艾迪达的包吧，艾迪达运动的时候，我戴艾迪达也 OK 啦。进入贵妇圈，要一起照相的时候，你如果没有提爱马仕，你就会照片你就会被切掉。就是我觉得 Hermes 其实它是就是代表的是金牛座哦，蛮符合的。在金牛座之后呢，我们要讲到的是双子座了。双子座是变化多端的，真的是变化多端，古灵精怪，又聪明，然后呢，就是什么思想，其实天马行空，他喜欢乱想，但是很聪明，然后又很会这个把欢乐带给大家，聪慧皎洁。没错，我觉得是双子座的个性。这就很难了吧？有什么名牌或是什么时尚品牌可以代表双子座嘞？那种趣味性，对，我们讲说趣味性，因为双子座是开心果啦，它其实是现场就是有双子座在，那个就绝无冷场。其实有一个品牌就是这样，它的东西不管是衣服也好啊，然后是它的配件也好，真的吗？对，它就是有一些很你想不到的巧思在里面，你知道吗 ？Prada。所以为什么电影要取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是这个意思吗？就它不是很狠，它是可爱的恶魔。哎，也对，好像我今天看 Prada 有一些很大胆的设计。有些品牌你看到的是它就是很夸张、很浮夸，对。但是其实 Prada 代表的是它其实是实穿，它是实用的，你可以穿出去，然后你放在身上，你会觉得它是有趣味。OK， 不会有违和感，对不对？对，跟双子座蛮符合。大家觉得 Prada 是不是？我觉得是你也是蛮会剖析的嘛，哈。在双子座之后，我们要讲到的是巨蟹座。巨蟹座它是怎么样的 ？Mother， 母亲的星座。细心，顾家。好，然后细微处他都会很顾到这个细微处，对。行事低调，他都不喜欢出风头啦。跟我个性还蛮像的耶。但是你不是巨蟹座啊。就是我不太喜欢出风头。你鸡婆吗？我还不那就不是巨蟹座。在时尚品牌里面啊，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牌子哦。你说就是他很那个低调，然后又很细微，然后又什么都处顾到细微处，然后又很鸡婆的。尤其是它的工艺是非常细的。是吗？很麻烦做的。有什么品牌？就是 Botica。穿来穿去，编来编去。你要知道一个大大小小都要编来编去啊。平常一个包就一个皮的面料就可以，不是啊，编织包啊，对，然后连手把都编织。对 ，BV 啊，是我唯一拥有的一个名牌。真的吗？对，我有2个，但很少用。我是买皮夹。皮夹。对 ，OK， 好。因为它看起来真的很有质感。它真的有质感，没错。所以它代表巨蟹座，就是代表 BV， 对不对？蛮符合的。狮子座的特色是敢爱敢恨，霸主啦 ，leader， 对，龙头，对，就是我讲什么你就是照做就对了。个性呢？高调。我跟你讲，其实狮子座他多少都有点大女人主义跟大男人主义。一对夫妻刚好是男狮子跟女狮子，完蛋。而且他也是一个比较是明星的星座。是的，小燕姐。对，小燕姐啊。阿妹。
之类的，就是很外放。他如果是一个 super star 的话，他的光芒是可以照亮全场。好，那就不用说了，时尚品牌的龙头是谁呢？LV 啦。对不对啊，对不对？就你看他的所有的东西都那么外放 ，LV 外放到一个就是生怕你不知道他是 LV。对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外放？因为他就是狮子座啊，而且他就是 leader， 他就是时尚界的 leader。对，就你如果喜欢时尚，你还真的要有一个 LV 的什么东西？那你有吗？我有。哎，我曾经也有。那个东西在哪？为什么叫曾经？但是我买的东西并没有 LV 的 logo。哦，你是另外一款吗？不是，就是它就是没有 LV 的 logo。那你就是因为我买了一条非常细的皮带，细到看不见嘛，细到就是细皮带。那也 OK 啊，但是它就没有办法在它的上面有 logo 了。对。可是但是知道的人就知道它，对呀，所以你看 LV 就是，就算它没有它的 logo， 你知道时尚的人一看你知道它就是 LV。狮子座之后就是处女座喽。处女座啦，老灵魂。老灵魂。全座又爱念又爱管又鸡婆。这不就是你吗？我就不是处女座，我怎么会爱念呢？好不好？对啊，处女座就是这样，因为它比较传统。他比较传统，但是呢，可是处女座的人呢，虽然你不要看他爱念、爱管或爱鸡婆，他是对于很多东西，他很注重他整个整体感，追求完美。对，他完美哦。所以你看走艺术啊，比如像什么我们美发的哈、美容的哈，或是服装设计师，如果你是处女座的不得了，你这个是怎么样？有灵感了吗？有一个，我看你说哪一个？Valentino 范伦铁诺哦，这不得了，意大利名牌，这太厉害了。就是他，你知道，我觉得很多女明星只要穿他的礼服都不会被那个，就是一个完美，对，不会被酸。不管是范冰冰也好，对，不管是王彩华也好，都王彩华有穿 Valentino 都是完美，也 OK， 对对，不管你是谁，你只要套上 Valentino， 你就是完美。其实我现在很想看看那个 Sunny 老师穿上 Valentino 的感觉。我要跟谁去借 Valentino？ 阿金吗？它就是高定。我跟你讲，反正红色对是很典雅，它就是非常典雅，而且你穿出来，你本来就是你可能本来没什么气质的，你只要穿上它，我跟你讲，马上变气质女。对，然后就可以在那边可以一站2小时不动之类的。